你以为这事情只发生在国强身上吗？事实上，在网络上很多骂国强的人心里头痒痒的很啊。12, 11, 10, 9, 8, 7, 6, 5. 还有welcome to Panda 这个话题频道，我是花强力。OK， 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嘉信，蔡国强炸山的事情。OK，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蔡国强是谁啊？靠，你要谈论争议，还先问我他是谁？他是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艺术家，然后他是中国人。当然啊，我说他是中国人，在今天你会觉得啊，那中国艺术家那个就是一个别国的事情，左边邻居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要跟各位讲的事情是，蔡国强是中国福建省泉州人，所以意思是他会讲台语。这变做伫咧知名度，然后伫咧纽约啊，大家起来看手机，哇干！他有时讲台语的时候，会让你觉得真的像是一个阿伯这样子，其实很亲切。而且其实国强在台湾本身知名度也很高，我们2010年的跨国烟火就是他来制作的。然后其实国强不止在台湾哦，当时因为一些烟火合作的关系，他跟日本也有一些交流，后来还移居美国。然后在美国他做了好几件，到我今天为止看了听了都会觉得非常酷的作品。比如说他那个时候在美国去参访内华达州的一个制作核子弹的一个基地，他当时未经允许的时候带了一个烟火筒。那国强的作品其实大家所知的就是放烟火，就像那个谁蒂达罗那句话叫什么？我的艺术就是爆炸。对，我的艺术就是爆炸。对，国强让大家知道，就他是一个现实版的蒂达罗。那他当时在美国的那个原子弹基地的时候，他就拿出一个纸筒，这个纸筒里面就有黑火药，然后嘣一下爆出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蘑菇云，未经允许的情况底下，他还去贝米的工作室制造反应堆的工作室上面就是个足球上的草皮，放了一个彩色的这种蘑菇烟花，在广岛也做了一次。那他当时还获得了广岛奖，就是在纪念为人类和平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所以我要讲，蔡国强是一个靠着火药艺术走红的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享誉国际的一个这样等级的艺术家。其实一直以来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这次争议事件那个作品《升龙》。蔡国强常常用火药爆出一条龙，连台北101被人家嘲讽是蚯蚓的那个东西都是升龙都是一条火药龙。当然最著名在嘉峪关爆长城，爆了长长的一条。所以啊，其实在东方人的当时的心中，尤其是08年左右的那个大国崛起的背景，还有统独意识不鲜明的那个时刻的台湾，亦或是中国，它被赋予了一种像是东方英雄崛起中的英雄这样的一种名号。然后在西方，当时中美关系也不如今天这么紧张，在美国，它就被视为是一个崛起中大国所能诞生出来的那种烟火之子。那他这一次在吵什么？你看到那个影片了吗，嘉庆？你一早看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懵，就是不知道大家在吵什么？对啊，我想说，就山上出现一些很漂亮的云。因为它那个云的颜色据说是按照藏族的那个五色旗去做的这个配色。当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预估到它之后会被延上。那大家在吵什么？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个环保问题，他用烟火去炸了一座号称在地球第3极，就是所谓青藏高原，北极、南极、青藏高原，在那边炸。那我自己也听说一些山友说，在高山他们丢垃圾、处理垃圾，哪怕是厨余都很难分解，因为微生物很少，环境很脆弱，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厨余的回收，甚至连排泄他们有时候都很注意。所以很多人就站出来说，国强这件作品非常的污染环境。好，但是其实我必须要讲啦，就是国强的作品一路以来都是火药，那只要是火药，它就是在污染空气。那其实整个当代艺术的制作本身就产生了很多碳足迹，哪怕是一个讲环保为题的当代艺术展览，它都依然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环不环保这个问题，做艺术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有会污染的。这个没错，但我觉得这个生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可能破坏了当地生态，有一种鼠兔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感觉。虽然品牌方有再三澄清说，他们有拿盐砖把小老鼠给引诱出来啊，把兔子引诱出来啊，让他们不要在家里啊，这个火来了要跑啊这样子。那第二个争议是抄袭争议，国强这一次的作品，他有涉嫌抄袭了2024年在马特洪峰上长毛象的那个灯光装置。可是啊，其实这件事情很快被打脸，因为国强的手稿1989年就画了，所以这证明其实第一个国强是先想到的。那你要构成抄袭，
观念本身是不被智慧产权法所保护的。关键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我们现在强调，在当代艺术界，抄袭这种东西都叫致敬，好不好？这根本就不是个大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很多人在思考，是不是因为品牌好大喜功，一定有网友想帮国强洗地嘛，所以他就会说，会不会是品牌方好大喜功，压着国强的头去做这件作品？可是事后，其实品牌方有澄清说，这些作品都是在国强工作室得到首肯说 OK 的情况底下做的，所以这件事情也不能全部推过给资本。第四个争议是说，国强到底是不是爆炸先驱？国强是不是第一个使用火药做艺术的人？可以说最早以前，朱棣芝加哥就做过，当时他是以烟火去柔化他口中那一个充满阳刚气质的南加州风景这样的一种作品。那他自己是说，烟火是一种很女性的一种气息的东西，很浪漫的，他想拿这种去柔化这个地景，他之前就做过了。那当然，国强的爆炸来说，比朱棣芝加哥更有特色一些，比如排成龙啊。炸成蘑菇云啊，甚至它爆炸的效果其实更为讲究一些，就这里面有很多科技含量。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大家认为不是艺术家的人是艺术家的话，论爆炸艺术的话，他可能会输奥本海默。在这方面上来讲，我觉得爆炸一直以来都有。你更遑论说以前北宋就已经有放烟火这种事情，谈论他是不是爆炸先驱，我觉得也没有意义。那你自己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讲是生态问题的话，不会造成我很多艺术界的朋友都突然发文反对。因为那天爆炸完之后，延上的这个事情，不只是所谓的中国网络界或台湾网络界或国际网络界，而是艺术圈也炸过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很奇怪，就突然之间，那些平常没有积极讨厌蔡国强的人都突然开始声讨他。这背后的原因？对，我想奇怪一点，就是你不觉得国强依然是国强吗？我觉得背后的点是什么？就是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比如说这次发生在台北美术馆把整个房间都打黄的那个艺术家，还有之前国外那个地景艺术家把巴黎新桥拿布包裹起来，他是不是都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我也会把灯光打黄啊，我也会把整个桥拿帆布包起来啊？对不对？难道也是？我只是没钱。对，我只是没钱，我只是没得到许可。还有高雄黄色小鸭啊，基隆黄色小鸭啊。如果是你做了一个黄色小鸭下去，你就是污染海洋，你甚至可能是会被港务局驱离走。可是他这就可以摆在那边，所以这种感觉会让很多人，甚至很多创作者觉得啊，你不就是比我更有特权，可以在我做不到作品的地方去做，并且做到我的规模到达不了的吗？规模指涉的是钱嘛？你能在我不能去的地方做，不就指涉的是权吗？我不今天不如你的地方，难道就只是权跟钱不如你吗？那讲白了啦，蔡国强是不是只是这样？我们不得不否认，蔡国强的爆炸是需要很强大的技术背景的。可是当你今天只是一炸再炸的时候，你会让我们觉得，作为一个观念艺术的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个洞见，新的让人家觉得很有巧思的作品出现吗？像我们前面讲，他在原子弹基地抱着那个小爆炸，你要求的东西不多，你只要继续参访，然后随身带了一个小火药桶，你完成了，其实你反倒让人觉得你很聪明，用很小的杠杆讲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可是最近的作品，你只是感觉它一炸再炸，到了最后全部都只是规模的提升。那嘉庆，我问你，如果哪一天你醒来发现他借由马斯克的猎鹰9号到月球炸，你会觉得很意外吗？他就只是认识马斯克。对啊，或是他到了火星去炸，你会感觉很意外吗？而且啦，有关于范仲怒这件事情，他在中国也没有得到护航，原因是什么？以前发给他特许、给他权钱的多半是国家这样子的权力机构，而这次换成了始祖鸟，会给人一种爱国不纯粹的感觉，那就是纯粹不爱国。尤其是中国景气下行的今天，给人一种我们在这边内卷、挨饿受冻，然后房地产破产，但是你在那边高山上跟品牌方合作了一个炸得越来越大的一条龙，默默之中，它的龙就变成了一种朱门酒肉臭，这也是他会在为什么对岸翻车的原因。所以我这样讲完，你发现最让大家激起点火的是，你的观念并没有越来越创新好玩，你只在规模上透过权力的特许不断变大。蔡国强刚才讲了一件事情，他抱怨台北的那个升龙没有做好，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程序很复杂，台北市消防局怎样要干嘛的。他说他在中国要做火药的艺术，做北京奥运的时候，是从江西火药下船之后，一路警车开到，没遇到红灯送到北京来，你就有看到这其背后的这个特权。像这种特权，在当代艺术还有其他案例吗？太有了，太多了。这就是最好玩的事情。其实本质上我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当代艺术，它其实都是来自像马歇尔杜尚、像是博伊斯这种观念艺术开发之后，去艺术本身樊篱的这种思考。那像塞尚本人到晚期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不参加任何所谓的沙龙竞赛的，他就退隐了。他
热度上，对对对，他每天在做的这些事情，就是玩玩他的小观念，自己玩，透过他的高巧的智商，很幽默的一些做作品的方式，自己玩，自得其乐就行。结果这件事情其实越到后面，它越来越变质。现在的当代艺术反倒是一个非常需要政府介入的东西，非常需要靠政府养活的东西。因为当代艺术本身是很难被收藏，在市场上是不受欢迎的。可是当政府介入的时候，就会有什么东西介入？钱跟权，权力跟补贴。各位听完国强的故事，你不难发现一件事情：国强的走红跟他很巧妙的迎合所谓东方崛起，然后火药东方来这样的叙述是有关系的。正就像今天很多台北奖的、高雄奖的各种国家奖项的，他的得主，你把那个清单打开来看，都是某些特定的发烧议题的这种作品。其实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他们在为了获得特权特许，把展览做得更大，规模做得更大的时候，本质上他们是放弃了观念上的那种自由自在的东西，转而其实变成了是一种拿当代艺术样式所做的政治宣传。那其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也想像国强一样变得更红更大啊，把他的烟火放到没有人可以放的地方，把那烟火的规模弄到没有人可以企及的程度。然后最后他们收获了一个成功的当代艺术人生。你以为这事情只发生在国强身上吗？事实上，在网络上很多骂国强的人心里头痒痒的很啊，你懂那种情绪吗？这才是这几件事情背后真正的一个最为人诟病的地方。那很好玩的事情是，你作为一个观众，你都已经对国强爆炸不新鲜了，其实最后能出现就是特权许可下的这种看点：月球、火星、太阳、银河系。对吧？不就这种星辰大海的这种叙事吗？所以这才是他今天为什么真正翻车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突然间所有艺术界的人一下要转向变脸的原因。其实原因就在这里。破坏生态这件事情固然是有一点傲慢，但是可别忘了，他们背后能真正支撑国强傲慢的东西，就是不断的迎合意识形态，最后被下放出来给他的特权。而这件事情说真的，跟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一个观念艺术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变成了一种宣传者。而总有一天审美疲劳的时候，当你的感动不再如初的时候，当整个社会环境、网络氛围完全变的时候，所有东西就变了。可以说国强一直在炸，国强一直是国强，但变的是整个环境。OK， 这里是 Pendelverse 有关于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是杨力。想听更多艺术界发烧事件，想听我的评析，那我们就等下期节目见。O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